王一博上海耐力赛惊魂记，当烟雾升起时，我们看到了什么？10月8日，上海国际赛车场的引擎轰鸣声依旧在耳边回荡，但对于很多守在屏幕前的观众来说，这一天最深刻的记忆，恐怕不是冲线那一刻的狂欢，而是比赛途中那惊心动魄的一幕。那天是8小时耐力赛正赛的第2棒，王一博驾驶着那辆辨识度极高的粉紫色奥迪 R8 GT3 赛车，在赛道上飞驰。突然，画面中腾起了一阵白烟。那一瞬间，说实话，我心里真的咯噔了一下。这种紧张感，可能只有真正懂赛车或者看过现场直播的朋友才能体会。右后轮拱因为摩擦破损，导致轮胎高温冒烟，这可不是什么小插曲，在高速竞技中，这往往意味着爆胎甚至失控的风险。全场观众的心跳仿佛都漏了一拍，但谁能想到，这场被镜头清晰记录下来的突发状况，最后竟然成了诠释什么是跨界车手专业素养的最佳注脚。咱们先回过头来细细复盘一下这次事故的起因。赛车运动嘛，本来就是充满对抗的，但这次的情况确实有些惊险。事故源于后方87号赛车的强行超车，发生了剐蹭。大家可能不太了解，赛车底部的扩散器和轮拱是非常精密的部件，一旦被撞出裂痕，在高速行驶中，破损的部件会不断摩擦轮胎。这种摩擦产生的高温是肉眼可见的，青烟冒起的时候，爆胎的风险是骤增的。说实话，看到那个烟的时候，我第一反应是担心车手的安全，毕竟轮胎在几百公里的时速下如果爆裂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但也就是在这种危急关头，人的本能反应是最骗不了人的。很多人可能会下意识猛打方向或者急刹车，但这在赛车里是大忌，极易导致车辆旋转撞墙。但王一博接下来的反应真的堪称教科书级别。他没有慌乱，第一时间选择了降速，凭借精准的控车技术稳住了车身姿态，然后将这辆受损的赛车安全地驶回了维修区。整个过程，他没有引发任何2次事故，这不仅保护了自己，也保护了赛道上的其他车手。赛事解说当时就惊叹道，救车动作里藏着多年积累的车感，这才是职业车手的临场本能。说心里话，听到这句评价，我挺有感触的。我们平时看明星跨界，总觉得是玩票，是去凑个热闹。但在这个瞬间，身份标签被剥离了，剩下的只有一个车手对机器的掌控力。这种冷静不是演出来的，是无数次训练肌肉记忆形成的本能。我觉得这才是对专业2字最无声却最有力的证明。当然，这场惊险的背后，其实还藏着他不为人知的强势输出。在那90分钟的驾驶时间里，他并不是在保命，而是在战斗。从全场第9名开始，他一路超车，以平稳高效的姿态攀升至 GT3 Pro M 组别第1，全场综合第2。这里我得插一句，这个成绩含金量其实很高。耐力赛不同于短程冲刺，它考验的是稳定性和体能的分配。高速弯道上的每一次变线，都在印证它并非外界口中的玩票。连续驾驶的高强度，车内超过50摄氏度的高温环境，以及全程180加的心率负荷，这些都是职业车手每天都要面对的日常考题。说实话，咱们普通人坐在空调房里看比赛都觉得热，想象一下穿着防火服，在像蒸笼一样的驾驶舱里，还要时刻保持高度专注，这对体能和意志力的消耗是巨大的。我觉得，当我们讨论明星车手时，往往忽略了这些硬核的数据，而这些数据恰恰是最能说明问题的。不过，人红是非多，争议也随之而来。当时全场第2的表述在网络上引起了一些波澜，有声音指出这可能误导了观众。随后，专业媒体紧急澄清，这是 Pro M 混合组别内的排名，并非赛事总榜。这一点我觉得特别重要。作为观众，我们当然希望自己喜欢的车手能拿第1，但体育竞技的魅力在于真实和规则。如果为了热度而模糊了概念，那反而是一种伤害。好在澄清及时，后车全责的判定也还了他清白。这件事给我的感触是，流量是一把双刃剑，用好了能推广运动，用不好就会反噬信誉。王一博团队和赛事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坦诚，其实是在维护赛车运动的严谨性。我觉得这种对规则的尊重比一个虚名更值得点赞。虽然排名上有过小插曲，但更多的声音还是聚焦于这场事件带来的正向价值。轮胎冒烟的科普让很多原本不懂车的公众开始关注赛车安全，知道了轮拱摩擦的危险性。而王一博在泰国趋势登顶、世界趋势前10的热度，更是实打实的推动了赛车文化的破圈。有数据显示，73%的新观众是因为他而入坑赛车文化的。说真的，看到这个数据我挺欣慰的。
赛车运动在国内虽然发展很快，但毕竟还是小众，需要这样的桥梁人物。当粉丝为他的安全揪心时，这场意外反而成了最好的科普。赛车运动的魅力从来都与风险并存，而顶尖车手的素养恰在危机中闪光。我觉得这就是偶像力量的正确打开方式，不是单纯的带货或曝光，而是带动一群人去了解，去尊重一个专业领域。最终，车队以85号车组夺冠收尾，王一博的冷静应对获得了圈内外的一致赞誉。赛车评论员直言，他证明了跨界不是噱头，是把职业标准刻进骨子里。这句话我反复琢磨了好几遍。什么是跨界？很多人觉得是去蹭热度，但真正的跨界应该是把原本领域的成功逻辑复制到新的领域里。王一博在舞台上是专业的，在赛道上，他同样在用职业标准要求自己。当烟雾升起，他没有选择博眼球的冒险，而是选择了最稳妥、最职业的处理方式。这种选择或许没有戏剧性那么强，但却赢得了长久的尊重。在我看来，这才是流量转化为流量的关键，靠的不是炒作，而是实打实的实力和态度。从舞台到赛道，王一博用90分钟的冲刺，一次惊险的救车，一组组真实的数据，在8小时耐力赛的历史里写下了一笔。这笔记录不仅仅是关于名次的，更是关于态度的。跨界不是挑战，是用专业为热爱证明。我们常说热爱可抵岁月漫长，但在竞技体育里，热爱还得能抵得住高压，抵得住风险，抵得住诱惑。看着那辆粉紫色的赛车安全驶回维修区，我脑海里浮现的不是聚光灯下的歌舞，而是一个戴着头盔、满脸汗水、眼神专注的车手形象。这种反差，或许才是这个故事最迷人的地方。最后，我想说的是，这场上海耐力赛对于王一博个人而言是一次成长的里程碑，对于中国赛车文化而言，也是一次难得的出圈机会。它让我们看到，明星效应如果与专业精神结合，能爆发出多大的能量。我们不必神化任何车手，事故就是事故，风险就是风险，但面对风险时的态度，决定了你能走多远。当烟雾散去，留下的不应该是争议，而应该是对职业的敬畏。说实话，作为观众，我们期待的不是永远不犯错的神，而是犯了错能扛得住，在危机中能稳得住的真人。王一博在这次比赛中的表现，至少让我觉得他配得上车手这个称呼。未来的路还长，希望这份对赛车的热爱和敬畏能伴随他驶向更远的弯道。毕竟，人生如赛车，重要的不是瞬间的爆发，而是长久的坚持与掌控。这场惊魂记终究会成为一段佳话，提醒着我们，在速度的世界里，冷静才是最快的捷径。